进。老大，咱们到点该走了。是，出发去派出所。嗯。Thank you。距离刑拘期满还有15个小时，请问公安机关如何安排？会不会延长拘留期限？马上会有决定，会在第一时间通知嫌疑人本人。那就是延长了，几天？依法处置。我们也依法提交第2批证据和律师的辩护意见，还请公安机关快速回复，毕竟距离期限还有14个小时59分钟。这个就是你文件中提到的事发后赵寻亲口向成功否认强奸的视频。是的，在这我代表嫌疑人请求警方，在为期3日所剩不多的时间里，认真研判现有的证据，快速理清事实真相，果断公正的处置，保障嫌疑人的权利。尽量避免，甚至乱用司法的延长羁押。这是我们的职责。回去等通知吧。好的，谢谢。什么情况？他居然做的这么稳当，生气。你有没有觉得我在什么时候伤害过你，强迫过你？看着我，回答我。没有。我没听见，声音大一点。没有。你确定吗？确定。这已经不是单纯的撒谎了啊，这是人品人性问题，要不就是精神分裂。叶明，在这2个证据面前啊，我无论如何不可能再同情或者是站在赵寻这边了。这个案子，立刻终止侦查，撤案放人。你听见了没有？你说话呀！我听见了，我不这么认为。叶明啊！你能理解吗？他在现场啊，先是默认强奸，做体检，然后录1次笔供的时候，他又说不是，36小时，又对成功亲口说我没有被强奸，过了5天又跑到咱们这儿来报警指控，还撒谎说全程喝醉了不省人事，让人家辩护律师给揭穿了，你能理解吗？啊，像变色龙一样出尔反尔，反反复复，你能理解吗？我能。啥？我能。回去早点休息，
明天早起，至少要1上午。还有2件事儿，我必须和您说。林律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细节，他一定会举证这些，用我的亲口否认推翻我的指控。你对谁亲口否认？对他。成功？什么时候？事发第2天。我知道自己做了一件特别糟糕的事儿，但我要面对100%真实的自己，向您坦诚一切。你看啊，赵寻事后对成功亲口否认，亲口啊。事发时，我不知道是谁报警，也不知道他报警的目的。整整1天1夜，我感觉自己被扒光，赤身露体的推到众人面前，脑子是懵的，什么都想不清楚。第2天，他不由分说的派人接我到一个只有我和他2个人的地方。他说我爸当众打了他，但他不打算让我爸承担后果。他有没有问你在派出所指控过他强奸？有没有这样告诉过你爸？是。那你怎么回答？我说没有，不敢承认。当时我确实没有那么说过。然后你这么说，他放心了？他很温柔，大包大揽，周到细心的安排一切，送我出国躲避舆论，还带上我爸妈，什么都不用我处理。当时我觉得那样还挺好的，终于能去一个谁也找不到我，再也没有人逼问我的地方。所以你接受了？像被 PUA 一样，我一点反抗能力都没有。我解释不清那个时刻，那样一个我，我就是那样。紧接着，赵寻的父母啊，也跟着欣然接受，在善后协议上签字，这等于什么呀？就等于全家接受了成功的包养这个事实，这是受害者家庭该有的反应吗？我不能怨我爸妈签那份协议，因为我模棱两可的态度，始终没有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事儿。他们一直在猜，搞不清真相，还不敢逼问我，都怪我辨不清自己想什么，干什么。用了5天，才知道自己不想要什么。第5天，他让人送我们一家去机场。我没有在协议上签字，半路上我要回头。如果没有林律，现在的我恐怕没法自主，人在国外，锁在孤岛。当晚向你报了警。说真的啊，如果没有第三方报警，
导致这2个人的婚外恋暴露公开，你觉得赵群会指控成功强奸吗？你觉得他是不敢反抗拒绝，还是压根儿就没想过反抗拒绝啊？成功的权力和地位，是压迫他屈从的黑手，还是吸引他的诱饵啊？他最后选择报警，那是为自己发声，说出真相啊，还是人格崩塌，颜面扫地啊，嫁祸于人？哎，另外啊，你强行推进刑侦，还要把证据提交给检察院，那真的是把咱们警察的大脸送上门啊，让人家检察院啪啪的打脸。严明，提醒你一句啊，不要性别决定立场。瞅啥呢？等靴子落地呢。能眯就眯一会儿吧。叫一下成功。是。管家叫你。我说对了吧？跟我出来。有。走。成功，现在宣读对你延长拘留期限通知书。我局正在办理的成功涉嫌强奸案件，涉案犯罪嫌疑人成功，性别男，1980年8月8日出生，因依法延长拘留时间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91条之规定，经燕州市公安局文理区分局决定，延长其羁押期限。现羁押期限自2020年8月2日至2020年8月6日，燕州市公安局文理区分局签发。来着啊！感谢，辛苦警官。行，走吧。哎。回去吧。谢谢。2只烧鸡啊。
能睡着吗？心咋这么大呢？这有钱人这适应能力这么强吗？如果我被抓进去的话，会关多久啊7天吧。才7天，不够吗？果然是7天。林看，你太厉害了。报警时，我不敢设想诉讼这条路能不能走到头。撒谎被屡屡拆穿时，我以为连上路的机会都没有。尽管和你说那么多，路又短了一半。但是能走多远，我就想走多远。我陪你。进。林律来了。知道了。啊，不好意思啊，久等了，刚才开了个晨会。啊，没关系。接到延长4天的通知了吧？接到了。为什么呢？案情还没查清，是没有掌握犯罪证据吧？证据不足，就不应该延长拘留期限啊。我已经提交了赵寻亲口向陈宫否认被强奸的证据，证明了赵寻的证词前后是不一样的。这4天，还能找到新的证据吗？林律，根据你的质疑，我阐述2点。第一，被害人对警方的确有过虚假陈述，但他已经道歉反省并修改了证词。从事发到报警5天120个小时里，他也的确有过说法态度上的反复。如果你认定他符合司法定义上的部分反悔，那也发生在他报警前。报警后，他对嫌疑人的指控坚定不移，没有动摇过。更重要的是，作为委托人和经办人，你最清楚，即使在报警前几天，面对嫌疑人的变相施压，
被害人也用实际行动予以回绝，直到走到报警反抗这一步。师姐，你我都是女性，权力不对等的强奸案中，女性受害人会遭受多么大的外部和心理重压，我们不难设身处地感同身受，更不难理解她在告与不告之间摇摆不定。你最早介入案件，早于警方掌握案情的关键点，比我更早洞察受害人的心理轨迹，甚至你能亲自送他来报警。那么，抛开职业理性，你心里对事件性质怎么认定？你认为他是不是强奸？对赵寻如何定义？你认为他是个受害人，还是就想利用报警实现经济诉求？我就想出个名儿，当个网红。我不指望你回答，你也不可能回答。但你真的理解不了赵寻在面对成功 PUA 式逼问下的违心否认吗？你认为，在权势压力下，一个年轻女性深思熟虑后的指控和一次言不由衷的屈从，哪一个更接近她内心的真相？一次亲口否认能否成为反证，推翻受害人自己的指控？我们需要时间去验证这一点。好，时间就是我要说的第二点。刑侦前3天，警方取证局限于嫌疑人和受害人两方。强奸案常常只有当事双方的说辞，缺乏直接证据，还有现场物证。因此，第三方的现场目击，还有关系密切者的旁证，都是判断两人关系性质及是否出于自愿的依据。接下来的4天，我们会扩大问询对象范围，多方取证。另一方面，掌握本案关键信息的关键证人依然缺位，关键证据依然缺失，我也要找到他。我讲延长拘留期限的这些理由，不知林律是否接受？鉴于嫌疑人供词已经固定，我再次代理他申请取保候审，提出保证人交纳保证金，保证随传随到。提交书面申请，3天内公安机关给予答复。我还有个会，我先走了。看着我干嘛？走啊！昨天晚上睡到半夜，他们把我叫起来，签那个延长拘留的通知。之前号里所有人都认为我一竿子会延长30天，结果你赢了。告诉我，证据提交上去了，效果怎么样？我推测啊，是我们提交的证据动摇了公安机关现有证据的监视性，导致强力直接的证据缺失。所以验明他想用这4天的时间扩大调查范围。所以在你身边工作的、了解内情的员工，包括赵寻身边亲密的朋友和同事，应该都会被问询。哼，那些人又不在现场，也不是目击证人，所见所闻都是捕风捉影的，警察问他们有什么用啊？验明想要找到的是掌握关键信息的关键证人。谁啊？匿名报警人，
他，他也不是目击者，他也不在现场。钱兵一想再报案，诬告我，他能掌握什么关键信息啊？他是哪门的关键证人啊？我相信，找到天边，警方也找不出强力直接的证据指控我，因为我根本就没有做那件事。我已经向公安机关提交了变更强制措施，替你申请取保候审。需要几天3天。那就是到6号。就算你之前猜测了警方7天之内达不到目的，我也能被取保候审，对吗？走一步看一步。我在这里每一天都度日如年，我熬不起了。晚洗脱罪名1天，大成就多一分凶险。公司的情况怎么样了？公司的情况比前2天好多了。这3天，新路动用了上亿的个人资金，交给了信托，机构安稳了，公司的人心也稳稳的稳住了。集团各部门都在按部就班的运营。真是我的好老婆，谢谢她。你是该谢谢他。他第2天就申请短暂停牌，直到昨天，港交所才批准大成短暂停牌2个交易日，及时止跌。干得漂亮。是4天对大成的股票来说，无疑是救命。是啊。不过，申请短暂停牌的理由是什么呢？什么意思？更换董事长？怎么是更换？不是代理吗？只有罢免董事长才能顺利的获批停牌。不是，我跟新路已经说好了，明明是代理，不是代替我呀。他这什么意思？董事会逼他吗？董事会全票通过。妈的，你背叛我！这帮家伙集体背叛我，落井下石，趁火打劫，就是想罢免我第一话语权和实际控制人。新路不应该不知道这一点啊！他这时候进董事会，怎么敌得过四下黑手十面埋伏呢？走之前我千叮咛万嘱咐的跟他说，多撑几天，多撑几天。我让他守住我的董事长。是新路让你把这个拿给我看的。他什么意思？他得当董事长什么态度？危机时刻，新路的所作所为，都是为集团的利益着想。发生了黑天鹅事件，第一时间替换董事长，对于股票的止跌是最及时止损的利好，对平息公众舆论，也是最好的危机公关了。我想你也会认同吧？所以，我就被当弃子了，是吗？利益捆绑在一起的亲人、商业伙伴，还有我企业的员工，所有人，没有一个反对的。
我终于想明白了。出事那天，你开了1天的车，赶回了兖州，一进家门就跟我说要离婚，要分1半的股权。趁着我复旧、紧锣密鼓的办好了股权的转让，在我被抓走之前，已经拿到了1半的股权。原来你早就计划好的，拿回股权就是为了回归董事会，掌握话语权，做铺垫。董事会的决议也没有人逼你，是你因势利导，唆使别人的，拿出上亿的私房钱，也不是扶大鲨鱼江青，是为了收买人心。怪不得我跟你说我要被抓的时候，为什么那么淡定？我让你守住我的董事长，你为什么沉默不语？我的结束就是你的机会。抢我班、夺我权的人，全是你，我的好老婆。新路其实已经做得挺好的了。他保住了你们的共同利益，就是保住了你。在他心里边，救活比夺权重要。林凯，你要帮我，让我尽快的离开这里。4天之内让我离开，好吗？你放心，我一定会重谢你。我只有洗脱罪名出去，我才能宣布这份董事会决议无效。求求你。你会答应他的离婚条件，割肉分给他股份吗？如果是那样，你占股的比例就会严重削弱，而新路在公司的话语权会大增，他会抢了你的话语权。你名下的28%和我名下的12%，加起来40%的公司股份，依法我应该获得并持有20%。你需向我转让你名下8%的股份。你在趁火打劫！干什么？成功，起来吃饭。管教，我受伤了，
我要求保外就医。不用。拍过片子，医生说没大事。有事儿，我出了好多血，我现在头晕、恶心，眼前一阵阵发黑。管教，你让我在这儿待2天，好吧？不行，我就待1天。准许你今天傍晚之前回监室，以后每天来换药就行。哎呦，吃饭吧。他伤得严重吗？伤的倒是不重，但是情绪确实非常的糟糕。我倒是觉得他希望可以被伤得重一点，可以保外就医。这才进去不到4天就打了2架，他能打得过那里面的人吗？他还打。我们在一起10几年，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挫折，他从来没有丢过自己的风度。体面就是他的命。这一次是真的要了他的命。他开始恨我了吧？我知道他心里怎么想的。辛董，这份财务报表需要您签字。辛董，我这儿也有份文件需要您签字。辛董，这有2份新的企划案需要您过目。你们的文件下午2点之前我会交给你们的。辛董，高管已经到齐了，在会议室等您。5分钟之后。好。那我走了啊，慢点。我走了。喂，安妮，银行怎么说？在你眼里，成功和女性的关系是怎么样的？我很羡慕成功和新路的婚姻，商业利益捆绑在一起，而生活上谁都不干涉谁，都是已婚男人啊。别人感情上出轨，那只能是偷鸡摸狗，而他不遮不掩，大大方方。不过，要说到新路的气度啊，的确不是一般的女人。成功有很多情人吗？那得分常住的和过路的。要是算上后者的话，那可数不过来了。大成那几个位高权重的女高管，那都是他的人。那企业的向心力，那员工的忠诚度。老程这人吧，渣归渣，归根结底都是那些女的那前赴后继的往上扑啊。哼，都想雨露均沾的从他身上拿点好处来。不过这成功男人就能多吃多占，就有风流的特权，不太好吧？这当瞎子当哑巴是咱的工作职责，拉过谁见过啥，是一个字儿都不能对别人说的，不然咱对不起人家给咱开的这份钱呢。当然，配合警方调查，是咱应尽的公民义务。你经常拉成功和各路女士吧？就像事发当晚那种状况。人多了，这记不清谁是谁，有认识的，也有不认识的，不过长得都挺漂亮的，放得开。在你的工作过程中，你印象里，成功有没有强迫过哪些女性？没有，那些女的怎么可能不愿意呢？哎，就我们老板这种有权又有势、有毛又有条的帅叔，还用强奸？有的时候啊，哎，反倒是那些女的们这个如狼似虎，我们老板被他们给非礼了。程董爱住公司，顶楼就是他家。一般夜班的保安比白班审核更严，最关键一条，嘴严。
这几个月，程董忙着分拆上市，个人生活很自律，也不像以前那么贪玩了。赵助理入职后，他会经常陪着程董加夜班，一般下班会很晚，有的时候到半夜。赵寻经常很晚离开公司，都是因为加班吗？顶楼的事儿，咱上哪儿知道去？也不该我们多嘴，不是？事发前，赵寻有在顶楼留过宿吗？没有。事发当天晚上，是赵助理第一次跟程董过夜。来这边。进来。Non-perfection, I remember that. Like to break my heart, although I pretend not to be her. Non-perfection, I still think of that. You jump octave and turn the key to high. Ooh. 时光缄默，圆缺失色，黑暗中小小一个，神色自若，波澜壮阔，看透了冰与火，各自挥霍。读懂了爱与痛，透视枷锁，就此别过，转身离开，解脱。让过去的过去，投生于将来，按下暂停键，重新决断，让此刻的延续。出发去下一个，有谁能完美，能放下狼狈？人生在沉浮中起落，体会爱的滋味。有谁能完美？就让它完美，爱无畏。心有愧，让时间